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上一期节目我们做了一期关于93大阅兵之后的随想，可想而知，评论区有很多人破防了、炸锅了，说什么的都有，不乏对我的人身攻击。其实我一直在隐忍，没有回答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不回答？是因为我认为，在网络世界上咱们本来无冤无仇，无非都是一些观点和价值使我们凝聚又离散。如果有一天彼此看对方不顺眼了，咱们尘归尘，土归土，好聚好散，一别两宽，没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透，因为会伤人心。而伤人心不是你说我在这个年纪所要追求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如果再这样沉默下去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误会。比如说让您误会我爱你，那就不太好了。所以我决定在本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比如我到底是不是大外宣的这件事情。我再一次跟很多对我一知半解的人郑重其事地介绍一遍，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14岁之前，我生活在我的老家哈尔滨。14岁以后，我的父亲把我送到了北京去读书，从此一直到40岁，我都生活在中国北京，然后离开了中国。我对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感情是五味杂陈的，我对中国人文社会的历史变迁是爱恨交织的，所以我对中国的评价一定是有褒有贬的。我用我的方式去诉说着我的前半生和我的祖国。你们这帮绿色的青鸟管得着吗？我爱什么宣就什么宣，这是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我拦着你宣了吗？所有来自于大陆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台湾的绿色网群动不动就敢在网上打着正义的旗号，堂而皇之的给别人扣大外宣的帽子吗？因为他们错误的以为每一个离开中国，每一个对中共不满的人都得投靠他们。他们常年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靠意淫为生。他们误以为每一个逃离大陆对中共不满的人都得跳到他们这个池子里来净净身子，洗涤自己的心灵。殊不知在很多大陆人的眼中，我们才不愿意从一个大粪池跳到一个小粪池呢。在中国，你没有批判共产党的自由，在外网你只有辱骂共产党的自由，这是自由吗？这他妈不就是正负两个共产党，一个是奢华版的，一个是乞丐版的吗？在这儿我也郑重其事地提醒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未来在海外社会，如果有人再给你扣这种帽子，什么中共同路人、大外宣，你就直接抽压对方大嘴巴，告诉他这儿他妈是自由言论的土地，我他妈爱宣啥宣啥。第二种质疑，夏叔你变了，我对你好失望啊，我为你的转变而感到惋惜。你他妈是不是嗑药了？真的，说实话，你他妈是不是嗨大了？跟我说这种话，你对我失望，我啥时候给过你希望啊？我到底是你什么人呢？我跟你谈恋爱了，还是咱俩有个孩子呀？你为什么要对我失望？这个世界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种族的人，希望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立，包括精神自立，方能自强。人只有极度空虚、极度懦弱的时候，才四处的去找希望。却不知道真正的希望不在外部，而在自己的心里。关于所有的社会问题，我欢迎大家大鸣大放，各种讨论，我愿意吸收很多人优质的观点。但是你拿不出合理的观点和论述，动不动就情感绑架，那你得搞清楚咱俩有感情吗？我他妈知道你是谁呀？第三，中共的军力和国力那不过都是纸老虎，你为何要为他而感动呢？我想反问很多岛内的朋友们，中共的军队都他妈是纸老虎，他展示那些所有的高科技武器都他妈是塑料壳子，那你为啥还不独立呢？你问我，你为什么相信中共的话术呢？就是从你不独立我才相信的。他那玩意儿都是纸糊的，你赶紧搞全民公投啊！搞完全民公投修改宪法，然后正式宣布台湾人民共和国呀！只要你把这个愿望干成了，我就相信中共的那些东西都不堪一击。可我看见的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台海军演，是他的飞机一次又一次的飞过海峡中线，而你他妈连个屁都不敢放。然后你还说他这些东西都是纸老虎，都不顶用。
逻辑自洽吗？至于我为什么感动，我为什么感动是我的情感自由。我为什么感动还得由你来规定吗？我的一颦一笑，每个心里的琴弦都要由你来弹奏谱写吗？你哪儿来这么大的权利？自己的内部问题都搞得四分五裂，鸡犬不宁，长期空转内耗，你他妈还想统治大陆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吗？你干这件事情之前，你他妈先掂掂上秤，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自己家的祖坟都他妈长了荒草了，你哭不过来，你他妈还哭这些烂葬岗，你是真有闲心啊！我为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创新科技而感动，我并不为谁拥有它而感动。这个世界任何国家、任何种族的人，只要他有能力去创造出一些崭新的东西，我就为他感动。台积电出2纳米，我也感动了。我感动是为了人类能够完成这样的技术突破，我并不是为了谁拥有它而感动。听到这儿，所有自诩温和理性的人，你千万不要出来给我解释。哎呀，这些极端的言论都是一些中共网军的反串儿，是有人混在评论区里面企图挑拨离间。你哄孩子呢？你当别人是3岁小孩啊？你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还他妈在这捂着演着的，乌鸦落在猪身上，光他妈看着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听到这儿，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想问我一件事儿，就是说叔啊，今天你这怎么还端上白酒了呢？平时抽烟呢就够少儿不宜的了，这今天怎么连烟酒都上啊？五毒俱全呢？你这是？实不相瞒，我是一个经常喝酒的人，而且我最喜欢喝的酒就是中国的酱香型白酒。在日本呢，平时这种大宴宾客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那个茅台飞天呢，我也不怎么开，毕竟那玩意儿挺贵的，喝一瓶少一瓶。我就拿这个茅台1935当成我日常的口粮。您可千万别以为说，哎呀，这是不是带货呀？你是不是给茅台打广告啊？茅台要能找我带货，那我得是啥咖位呀？高抬我了，我不配。我今天之所以必须得走一口，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聊这个话题它非常的沉重。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剖析，它也是中国过去45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岁月往事。它既是对历史浓郁的回顾，也是对未来寡淡的展望。很多人经常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呢，确实是越来越差。你看，这么多大学生失业，这么多中年人被裁员，传统行业都不好干，中小型企业主的公司都倒闭了，服务业勉强支撑的也挣不着钱。那夏叔，你说中国经济都下行到这个程度了，为啥他还不亡党亡国崩溃呢？实不相瞒，我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一直站在这个角度去梳理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不信你们去翻翻我过去几年的视频，我也提出过不少次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是此刻2025，我放眼望一下神州大地，它崩溃了没有？咱们不用写论文，别长篇大套的说，咱们就说 yes or no， 它崩溃了没有？没有，对吗？那它为啥没崩溃呢？它有10000个理由就应该崩溃，为什么它还能这么坚挺？这就奇了怪了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沉淀和自己的啪啪打脸，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是一个独裁的集权国家，这个体制呢，给这个民族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历史伤痕。但它同时在丛林法则也极具竞争优势，这是我们不能否认也不可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事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会本能地把自身的命运发展、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衡量这个国家是否能够前行，甚至是否即将要崩溃的一个唯一标准。因为我们的衡量维度过度单一，是以我为出发的，所以面对历史客观的发展事实，我们总是预言的不够准确。民生问题确实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放在中国它就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体制是国强民弱，国强民弱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耳朵里面听见，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就是这个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高度，政府有如此的强权，在世界上可以越发的横行霸道，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有很多人过得不咋地呀。这种疑问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俯视这个国家客观存在的底层逻辑。
太遥远的历史，我们今天因为篇幅的问题不去涉及。我们今天只说说改革开放这45年，中国所经历的每一次周期性阵痛以及阶段性跃进。听完我的分析，也许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民间的崩溃和国力的攀升彼此之间是两条平行线，它并不发生直接的矛盾。这也就是在过去45年，每隔10年都有一大批人跳出来说中国就要崩溃了，社会再这样下去就无法支撑和运行了。但是中共政权却依然江山永固的根本原因。第一次阵痛，80年代。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在80年代，票证体制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有80后，你们的童年应该都见过几样东西：粮票、布票、肉票。这3种票据是中共曾经治理中国市场经济的3张铁证。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这3种票据逐渐退出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舞台，因为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逐步的取代之中。第一批雨后春笋涌出来的市场经济从业者是谁？在中国有3个字叫个体户。在个体户这3个字出现之前，中国所有的农副食品、生活必需品，你采购的渠道只有一个，叫做国营商店。你买粮去粮店，你买副食去副食品店，你买菜去国营的菜市场。后来这些经营者被更有活力的个体户纷纷的取代，于是乎这些曾经在国营商贸体系工作的人就干嘛？失业了。失业了以后，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弹风潮，就这些人感觉到社会不公，社会越来越混乱了。尤其80年代，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有很多西方的思潮如洪水一般涌向中国，给中国的人文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那些保守派的人就干嘛？他们开始怀念改革开放之前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有一个大姨，她在80年代的时候就来到我家做客，在席间吃饭的时候，她就端着酒杯声泪俱下的说：“我怀念毛泽东。”我父亲不能理解，就问她说：“大姐，咱干嘛怀念毛泽东啊？我在毛泽东时代都吃不上饭呢，现在咱们都可以自由的做生意了，这不好吗？”这个大姨端起酒杯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大姨的这句话就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她说：“老毛活着的时候，天上有一颗亮星，你看看现在的社会乱成什么样了，所有的星星都他妈是乌了巴秃的。乌了巴秃是东北的土话，就是浑浊的意思。”我长大以后一直在思考那一瞬间，那天晚上大姨为什么会有这么激动的情绪？为什么她在年轻的时候活在一个文革时代，每个月家里能吃多少面，吃多少肉，吃几两糖，全部都是定额的。她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但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她居然哭了，她居然怀念文革。我后来懂了，因为大姨可以接受贫穷，但大姨不能接受贫富不均。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市场经济确实让中国人感受到了贫富不均。于是乎，这一代的国营职工在整个80年代都是非常不满的。他们不止一次的撂下狠话：如果中国再搞这个乌七八糟的改革开放，中国就亡了，共产党必败。可能很多生活在海外的观众朋友，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许多50后，他们出生在共产党建国的早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做勤劳致富，所以当社会给了人民勤劳致富的窗口的时候，他们的3观彻底的毁灭了。而80年代所迎来的社会拐点是什么？是中小型个体户大大的提升了中国商业市场的活力，也基本上完成了老邓的那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去带动那些落后地区。所以在中国的很多石碑和大桥上，还刻着那句并不高级也并不儒雅的经典名言，来自于邓小平的：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着耗子它就是好猫。很显然，那些国营派系的传统商业人在80年代逐渐的从好猫变成了一只糟猫。90年代，
朱镕基担任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掀起了一轮下岗的大风潮。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血腥的一次国家重组。我推荐大家一部戏，叫《漫长的季节》。这个戏在豆瓣上高达9点几分，好评如潮。为什么？因为老中青3代人看完以后都会潸然泪下。这部剧所讲述的故事，正好就发生在中国90年代的北方。这个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重组之下被牺牲掉的黎民百姓。众所周知，中国曾经是一个重工业社会，尤其在中国的北方。在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里面，分为工农商学兵。工人曾经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老大哥。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你能当一名国家工厂的工人，那是一个无比骄傲的事情，甚至你的儿子女儿还能接你的班儿。而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急需转型。于是乎，朱镕基总理唱了那个红脸儿，出来大刀阔斧的整改国营企业。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中国所有的大型工厂基本上全员倒闭。大家不要忘了，在那个年代，中国有多少城市，它整个城市的核心支柱就是那个市里面的几个大型工厂。很多家庭祖孙几代人都在这个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面结婚，在这个工厂里面生子，在这个工厂里面靠工龄去领到国家的分房和补助。而在这些工人兄弟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工厂没有了，他们将何去何从？本质上他们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世界，他们这一辈子从出生到死去，所有人生的规划都跟这个工厂有关，而这个工厂居然消失了。在90年代的上半叶，有多少工人兄弟一夜之间沦为了社会的边缘人呢？足足2500万工人。到了90年代的下半叶，工人下岗的数量已经激增到了4000万人。4000万个工人在90年代集体的下岗，你知道他们背后都拖着多少家庭人口吗？我们按照最粗糙的统计，一家只有3口人好了，那么也就是有1.2亿人，不能说风餐露宿吧，但也可以称之为弹尽粮绝。他们该怎么的活下去？在《漫长的季节》这部剧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在那个年代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了，就是发廊小姐、KTV 小姐、练歌房小姐、按摩院小姐。为什么中国90年代多了这么多的小姐？她们都是工人家庭的子弟。在90年代的中国沈阳有一个非常奇葩而让人落泪的辛酸往事，就是有很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骑着一辆28的自行车，驮着自己的老婆放在后座上，把他们送到娱乐场所，然后自己在门口抽烟，端着自行车慢慢的等待他们的老婆卖淫之后，把领到的钱拿出来回去补贴家用。这也是这部剧的导演辛爽先生说这部剧险些就不能过关，最终剪掉了大量的素材之后才能够在平台播放的原因。因为在这部剧中，他虽然描述了几个年轻的女性从事这种风月工作，但却没有巨细靡遗的交代她们走入这样风月场所的背景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导演拍了，只不过不能过审查，都剪掉了。而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我说的这次下岗大潮。工人阶级曾经所有共产国家的立国之本，国家的栋梁，一夜之间过上了这样的人生。你知道他们的怨气有多大吗？他们诅咒这片土地，他们说中国就要亡了，把我们这些辛劳为祖国工作的工人阶级彻底抛弃了，去滋养官商勾结。尤其在90年代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的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而这4000万的工人兄弟和他们背后上亿的家庭人口加起来的念力和诅咒，有没有让中共亡了呢？很遗憾，并没有，反而给中国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拐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陆政府加速它的关停并转计划，大力的发展进出口贸易。中国所有的沿海地区成了中国大陆经济的蓄水池，西北、东北、华北，整个中国的北方社会被彻底的抛弃。
国营企业瞬间被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服务业所取代。共产党用这种近乎于血腥的治改方式，残忍地在一夜之间抛弃了他治国的基石，却给自己几年之后加入 WTO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禧年，一个非常疯狂的年代，因为互联网大潮席卷了中国，所有传统的媒体纷纷式微，甚至倒闭。因为搜狐、新浪、163迅速的崛起，到了00年代的后期，人人网，也就是曾经的校内和微博，诞生于这个社会，成了这个社会主流的话语机器。我就是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网红。因为下网比较早，所以这一生我没有去给别人打过工。我有的时候经常也在想，为什么我在那个年代能红呢？我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吗？我才高八斗，虽然文笔是不错了，但是跟很多我欣赏的那些知识分子比的话，我真的不算什么。他们都比我厉害得多得多，只不过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互联网上去表达自己。你要说我长得帅，坦白讲，身高呢，光脚是1.85米，身材比例是不错，但是身材不能说是很好，因为没什么肌肉，就占一个瘦字儿。脸呢，你只能说长得有点特色，跟人家真正的帅哥比，那距离还是很大的。我只能说那个年代的那些大帅哥们不懂得包装自己，就把自己那得天独厚的帅气默默无闻地淹没在了凡尘之中。他们不拍照，他们不自拍，他们也不会使用一个软件叫 Photoshop。我会。我的行事作风足够的特立独行，可能是吧。我在那个年代就出柜了，也正是因为我的出柜，所以我在那个年代变成了顶流，变成了每天的头版头条，天天上热搜。但我是那个年代最能搞基的吗？好像也不是。那没办法，谁叫你不出柜呢？谁叫你出柜也只在公园酒吧出柜呢？你没有像我一样把出柜这件事情给商业化了。而任何时代都一样，有人鸡犬升天，就有人虎落平阳。在那个年代，所有的线下媒体、纸媒、传统媒体、电视台全军崩溃，被互联网取代；所有的实体行业、零售、百货业全部被电商取代。2003年，淘宝正式上线；2008年，天猫正式上线，成立了双11这个节日，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商业业态。今天我们看见那些中国的互联网元老巨头，腾讯、阿里、百度都是那个时代崛起的一只猛兽。我刚刚说了，那个时代就开始实体经济全军覆没，这话也不准确。至少有一样东西，它在当时依然傲然挺立，就是房地产业。因为中国开始了大基建工程，房地产业迅速乡镇化，所有的房地产商通过自己的政商关系，在银行疯狂吸纳资金，地方政府再通过出卖土地来支撑地方的财政支出。当时的社会也有很多人非常的不满，甚至特别绝望，说这房价呀，每年都翻1倍，就这么无止无尽的涨。我们这些中国的牛马，就算干一辈子工作，也买不起半套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个腐朽的政党，它就要亡，中国必然倒塌。而好命的中国政府，它又迎来了它历史的拐点，就是它加入 WTO 以后，通过它的中国制造，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加工厂，再搭配它的互联网数字红利，双管齐下，双轮驱动，给中国的很多中小型企业主找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机会，指明了方向，告诉他们时代变了。如果你们还有本事，你们应该去互联网上谋生。那些并不擅长互联网运营的中老年人怎么办呢？就是被社会无情的淘汰，被历史残酷的抛弃。你可以坐在家里面吐槽，你也可以在广场舞上边跳边骂，但是无论你怎么诅咒，好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倒台都没有半丝儿作用。10年代，整个中国进入了移动时代，中国各行各业所有的终端全部要集中在每一个人的智能手机上。移动支付全方位地取代了传统的金融付款方式。
到了2019年，中国全年的零售商业总额，移动支付占了80%，这证明什么？实体行业全军覆没。那么，移动支付的伴生品就是平台的物流，这大大提升了商业产业的效率，但也形成了后期必然内卷的根本理由。互联网平台发展到这个时候，也不再是00年代的一片蓝海啊！每个人只要你下去学游泳，就多多少少能有一点收获，而变成了平台的分发机制。就是你即便想当一个网红，你必须得跟 MCN 机构合作，你必须得跟平台有利益绑定，搞好关系，否则无论你的内容再精彩，你永远不会有流量。在政治层面，习近平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大搞“一带一路”，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把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彻底地推向了台前，变成了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大方针。当时很多人是不看好的，我就是那个骂得最凶的人。我认为中国制造2025这完全属于痴心妄想，一带一路无非就是政治上结盟的一种大撒币而已，它不会有任何的经济回报。这就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拿着改革开放的家底儿，手握着民脂民膏，用于自己政治理想的一场大挥霍。他必败无疑，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中国的下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改革，只和一个历史成因有关，就是他的寿命。虽然最近很多人调侃说他在阅兵的时候说自己要活到150岁，面对一个修宪的皇帝，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有极大的危机感。大家虽然不敢在网上发表，但在私下里面也纷纷的讨论中国要亡了，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天天说，月月说，年年说，说到没有人敢跟我在吃饭。很多人都知道，你只要一吃饭，你就开始反共。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的包厢它都有摄像头的，都有监控的，你别哪天把我们这一桌人都给端走了，你小心点下河。但是为什么我顶着风还要说这种话呢？因为我当时坚信这一天不会特别的遥远，但是很遗憾，我看走眼了。20年代，也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头3年，中国都在疫情期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每个人虽然没有戴着手铐，但他戴着口罩呢。确实，在中国这个社会，不管你有什么病，都要先治疗你的口。只要你的嘴巴不再喊着疼痛，病就等同于治好了。在戴口罩的这3年里面，我对中国社会彻底的绝望，于是乎我决定离开中国。我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了。于是乎我在 YouTube 上成立了一个自媒体，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个频道。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经验，我的反思，告诉更多的中国同胞，你们要觉醒，历史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站错了队伍，让那些鼠目寸光、坚信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粉红们见鬼去吧！觉醒的人马上就要迎来民主和自由的春天了，我们时刻准备着。而且我们不是空想，我们不是意淫，我们有数据支撑的。疫情解封之后，你看看中国的失业人口有多少，你看看那个大学生就业率惨不忍睹啊！所有年轻人天天哀嚎遍野，喊着躺平，你再看看那些中年人，裁员的裁员，倒闭的倒闭，很多人在大城市都混不下去了，卷着铺盖卷回到了老家的2、3线城市。我们再看看曾经风光不可一世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直播，很多曾经日进斗金的博主现在已经不直播了，因为直播所能够带来的利润还不够今天晚上跟平台买流量的呢，播一场赔一场。你打开中国的所有的短视频平台，10个博主有5个博主在聊经济下行，在聊未来要怎么样的节衣缩食、开源节流。望着这样的景象，我们都想说，中国的经济就要崩溃了吧？这总该崩溃了吧？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啊，它没有理由不崩溃呀。你盖那么多高楼广厦又如何呢？房地产唰唰唰唰的下降，而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一生的积蓄都在他的房子里面，全都缩水了。中国人集体的消费降级，你有再多高楼广厦，也点不起那璀璨的烟火了。可是我们等来的是什么？我们等来的不是长城防火墙的倒塌，不是民主自由世界推开我们东方的大门，而是那个曾经我们认为极其可笑的 slogan—— 新质生产力，
他好像居然搞成了，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哦。从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那些东西是什么，觉得它就是一些空泛的概念，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光伏世界第一。2023年，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相当于2022年全球的总和。那个曾经我们认为就是扯淡的电动车，2023年中国销售了1400万台。环顾世界电动车产业，全是中国制造的天下。唯有一个特斯拉作为罕见的洋品牌还能在这个队伍里边忝列着，但是所有的制造也来自于中国的上海超级工厂。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它的核心部件就是那块电池，而那块电池全部来自于中国另外一家企业，叫做宁德时代。蝎子粑粑独一份，世界上没有代餐。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铁行业迅速发展，运营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也接下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铁大订单。中国的 AI 和芯片在全球一片封锁之下迅速突围，每2年就有一个技术上的突破。也正是因为这种发展势头，使得英伟达的黄仁勋1年来中国访问4次。这个永远无冬立夏都穿着一个厚厚的皮夹克的人，居然跑到中国来穿上了唐装。他为什么顶着美国川普政府的压力，非要来中国谈？他要谈什么？他害怕的是，如果他再继续对中国封锁，中国可能永远都不需要对他进行任何的采购。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都不是很了解的军工产业和航空航天，在这方面的成就我就不多赘述了。阅兵大家也看过了，其他的一些专业数据，你们上网去查一下专业人士给你们的科普和分析。科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1分钱1分货的东西，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制造出来的高科技，它都称之为高科技。高科技背后不应该加一个括号，民主社会高科技还是独裁社会高科技，它就是一个严谨的数学问题，不需要加一个括号，有那么多的注解。如果有人非要给这种数学问题加以更多文学性的注解，那到底是谁不自信呢？听到这儿，我知道很多海外的异议人士和很多台湾的朋友们心里还有最后一个火种是不灭的，就是西方社会会围剿中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我此刻正在喝酒，但是我相信你们是清醒的。围剿谁呀？你能告诉我西方社会要围剿谁吗？是围剿中国，还是帮助中国围剿中国的敌人？4月份，川普对全球180个国家征收关税，那大棒打下去了以后，哀鸿遍野呀。你看看现在谁还站着呢？谁的关税至今不能宣布？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事实，可这就是一个事实啊！你看看中国政府对待贸易战的这个态度，从4月份到现在，傲慢到了什么程度上？对着川普各种已读不回，各种官方放话，你爱加多少加多少，随你便，奉陪到底，然后把你稀土给你停了。这是我们一直去幻想的西方社会会通过经济制裁来倒逼中国的社会体制深化改革，这件事情它就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在暂时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没有希望。而且我更担忧的是，到底是谁要改变谁的体制啊？我发现这一场经济贸易战打下来之后，好像没有改变中国丝毫的政治体制，反而是全球各种老牌的发达国家正在朝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的路线狂奔呐！不都说好了要改造中国的吗？为什么现在都一个二个开始模仿中国走过的道路呢？这也是我个人内心比较失望的一点。我曾经把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灯塔去仰望，结果今天我感觉到所托非人，我再也不会指望美国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了。我只有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美国千万不要在未来跑到中国来俯首称臣。如果这句乌鸦嘴也实现了，那真的是太让地球人绝望了。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我其实无非想证明一点，中国是一个国强民弱的社会，国强民弱在很多人眼中是国家必然崩溃的一个理由，但在中国，国强民弱却恰恰让这个国家和政府越发的稳健。中国就像一个急速行驶的列车，它现在的提速可以让过去5个小时的行程在2个小时就让你到达，但是到达了之后，它就把你们全部卸在月台上。你不想下车也没有办法，因为前路的票它已经卖掉了。站在月台上迷茫的我们，望着这辆列车奔驰而去，
你说这台车就要解体了，破碎了，其实是自欺欺人。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共产党一直在提速，共产党的车上一直有新鲜血液的注入。之所以我们活得不好，是因为这个残酷的体制每个月都要排一次月经血，那浑浊的颜色就是此刻我们被抛弃后的脸色。